在修仙界，谨慎保命几乎是刻在韩立骨子里的标签。这位被书友戏称为韩老魔的修士，从微末凡尘起步，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从不做无把握的冒险，更不会为了外物轻易将自身性命置于险境。可就是这样一个以狗道闻名的修士，却为了一种名为庚金的材料，展现出了令人啧舌的疯狂。他从天南故土出发，一路杀穿乱星海的腥风血雨，甚至不惜主动踏入生死未卜的元婴级赌战，将自己的性命当成换取材料的筹码。这份与韩立一贯风格截然不同的执着，足以让任何了解他的修士感到震惊。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指向那套源自青云剑诀的顶级剑招——大庚剑阵。对于早期的韩立而言，这套剑阵并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他能够在高手如云的修仙界立足，甚至实现越级杀敌的核心杀手锏。可想要催动这套传说中的剑阵，却有着一个近乎苛刻的前提，必须为72口青竹风云剑全部掺入庚金。或许在外人看来，只是在飞剑中添加少许材料，算不上多难的事情。但只要了解庚金的特性，就会明白这一要求的难度多高。庚金被誉为天地间的瑞金之宝，是修士炼制飞剑的天花板级材料。它并非普通的金属矿石，而是吸纳了天地间纯粹的庚金之气，历经万古淬炼而成，自带极致的锋利与破邪属性。一旦将其融入飞剑，就能让法宝的锋利度呈几何级暴涨。寻常同阶修士的法宝在他面前几乎与纸糊的无异，只需一剑就能轻松斩断。对于依靠青竹风云剑作为核心战力的韩立来说，庚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了它的加持，青竹风云剑才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威力，大庚剑阵也才能从理论中的剑招变成真正的杀招。可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一口飞剑所需的庚金虽少，但72口加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更要命的是，庚金在人界的稀缺程度甚至远超元婴老怪的数量。在绝大多数修士的认知里，庚金只存在于传说之中，想要亲眼见到都难，更别说大量收集了。韩立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庚金的珍贵与稀缺，是在田天城举办的天南第一交易会上。那场拍卖会汇聚了天南修仙界的各路精英，展出的宝物不计其数，而一块核桃大小的庚金矿石无疑是整场拍卖会的焦点之一。当这块庚金矿石被送上拍卖台时，整个会场都陷入了短暂的寂静，随后便爆发了激烈的争夺。起拍价就高的离谱，远超普通修士的承受范围，而随着竞价的不断攀升，最终的成交价格更是达到了76万灵石的天价。76万灵石，这对于当时的韩立而言，也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要知道，韩立此前在乱星海漂泊多年，凭借着谨慎的性格和精准的判断，从无数险境中舔包获利，身上的家当早已远超普通的元婴修士。可即便是这样，面对如此高昂的价格，他也只能无奈的苦笑离场。更让韩立感到绝望的是，这场拍卖的卖家不仅接受灵石交易，还明确提出想要化翼神泥这类同样稀有的宝物作为补充。化翼神泥是炼制高阶法宝的关键材料，其稀缺程度不亚于庚金，这也让韩立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收集庚金的难度远比他最初想象的要高得多，甚至可能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艰难之路。在天南第一交易会之后，韩立也曾四处打探庚金的消息，可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没能找到任何有效的线索。庚金的稀缺让他的大庚剑阵计划一度陷入停滞。就在韩立几乎要放弃，转而寻找其他替代方案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却为他带来了收集庚金的转机。天南与木兰人的边界大战爆发了。当时木兰法师大军压境，凭借着独特的秘术和强大的战力，很快就与天南修士陷入了僵持局面。久攻不下的木兰人为了打破僵局，想出了一个阴狠的招数。他们抓捕了上千名天南修士作为筹码，向天南修仙界提出了10场元婴级的生死赌战。赌战的规则简单而粗暴，双方各派出1名元婴修士进入封闭的禁制之中进行死斗，直到其中一方被彻底抹杀才算结束。如果天南修士赢下赌战，就能赎回相应数量的被俘修士；如果输了，不仅被俘修士会被处死，木兰人还会借此士气大涨，对天南发动更猛烈的进攻。消息传来，天南修仙界一片哗然。对于活了几百年的元婴老怪们来说，每一个人都惜命如金，没人愿意轻易踏入这种生死未卜的赌战之中。天南3大修士魏无涯、至阳上人等人见状，只能拿出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公开招揽愿意出战的修士。而此时的韩立刚在黄龙山之战中从木兰元婴后期的神师手下死里逃生。那场战斗中，韩立凭借着过人的智谋和顽强的毅力，硬生生从实力远超自己的对手手中逃脱，一战成名，成为了天南修仙界的焦点人物，也自然而然地成了3大修士重点拉拢的对象。面对3大修士抛出的橄榄枝，韩立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向魏无涯和至阳上人开出了自己的条件，其他的宝物他一概不要，只想要庚金。这一要求让魏无涯和至阳上人都有些意外，但也很快就答应了下来。原来这2位大修士作为天南修仙界的顶尖人物，手中确实收藏着少量庚金。为了拉拢韩立这位潜力巨大的战力，至阳上人和魏无涯合计掏出了3块庚金。
虽然这3块根茎的总量还不足以支撑72口飞剑的需求，但也总算能凑够36口飞剑的用量，让韩立有机会布下半成品的大根剑阵。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韩立想要得到这些根茎，自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他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了2个玉盒，打开之后，里面分别装着8级毒蛟的本命鳞片和8级玄龟的龟壳。这2样东西都是韩立在乱星海冒险时的战利品，等级极高，在天南早已绝迹，价值丝毫不逊色于根茎。其中8级毒蛟的本命鳞片蕴含着极致的毒性，对于修炼毒功的魏无涯来说，堪称是天才地宝。当魏无涯看到这块毒蛟鳞片时，当场就大喜过望，直言自己占了便宜。为了表达诚意，他干脆又从自己的收藏中拿出了一块鸡蛋大小的根茎，递到了韩立手中。这块根茎原本是他留给后人的备用物资，可见其重视程度。而至阳上人因为手中已经没有多余的根茎，便将一节玄天仙藤的根茎送了出去。这节玄天仙藤根茎同样是罕见的至宝，当年镇魔两道曾拼尽全力，想要用灵眼之术的精液将其救活，可惜最终没能成功。谁也没有想到，这节看似无用的根茎，后来竟成了韩立培育玄天斩灵剑的关键材料，为他后续的修行之路埋下了重要的伏笔。拿到这批根茎后，韩立没有丝毫耽搁，立刻答应了参战的要求。对他而言，这场交易不仅让他得到了急需的根茎，更让他第一次凑齐了36口飞剑所需的材料，距离布下大根剑阵又近了一步。可就在韩立准备为赌战做准备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传来，他的道侣南宫婉遭到了阴罗宗4长老的偷袭，中了恶毒的封魂咒，性命垂危。心急如焚的韩立再也顾不上准备赌战，立刻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闭关。在闭关期间，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飞剑的炼制之中，将刚得到的根茎全部融入36口青竹风云剑，成功炼制出了半成品的大根剑阵。出关之后，韩立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循着阴罗宗4长老的踪迹找了过去。这一次是他的大根剑阵首次在世人面前亮相，而其展现出的威力直接惊艳了全场。融入了根茎的青竹风云剑不仅锋利无比，还因为根茎之气的加持，自带辟邪神雷。面对阴罗宗4长老释放的血雷子，韩立催动剑阵，无数道带着金色雷光的飞剑瞬间破空而出，轻松就破解了对方的血雷子，随后化作一道密集的剑网，将元婴中期的4长老死死困住。在极致的锋利面前，4长老的防御法宝如同虚设，最终被飞剑切成了肉丁。这一战不仅为南宫婉报了仇，更让韩立和他的大根剑阵威名远扬，传遍了整个天南修仙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招惹这位手握瑞金剑阵的修士。半成品的大根剑阵已经拥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这让韩立更加坚定了收集剩余根茎，布下完整版大根剑阵的决心。随着修为的不断提升，韩立的足迹也逐渐遍布更广阔的天地，他继续踏上了寻觅根茎的旅程。在大境游历期间，韩立又遇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在一场特殊的拍卖会上，他邂逅了血魂门元婴后期的长老昆无极。昆无极手中正好持有一块不小的根茎，而韩立则拿出了一块珍贵的魔髓钻作为交换。魔髓钻是修炼魔功的顶级材料，对昆无极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双方一拍即合，顺利完成了交易。这一次的交换让韩立手中的根茎数量又增加了不少，离其72口飞剑所需的材料目标又近了一步。而最后一块关键的根茎则来自乱星海的蛮胡子。当时韩立在乱星海历练时，恰好遇到极阴老魔对蛮胡子下手。蛮胡子虽然实力不弱，但在极阴老魔的围攻下已然陷入了绝境。韩立出于自身的考量，也为了获取潜在的利益，出手救下了蛮胡子。蛮胡子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为了报答韩立的救命之恩，便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藏宝地点告诉了他。韩立按照蛮胡子给出的线索，找到了他的宝库，在宝库的最深处又发现了一块拳头大小的根茎。这块根茎的出现，彻底补齐了韩立收集根茎的最后一块短板。从最初在天南第一交易会上见到根茎，到最终在蛮胡子的宝库中找到最后一块根茎，韩立耗费了整整100年的时间。在这100年里，他横跨天南、大境、乱星海3大地域，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与各路修士明争暗斗，甚至不惜以命相搏，终于集齐了72口青竹风云剑所需的全部根茎。此时的韩立修为也已经成功晋升到了元婴后期，实力达到了人界修仙界的顶尖水平。当韩立将最后一块根茎融入青竹风云剑，完整版的大根剑阵终于炼成。当剑阵威力全开的那一刻，天地间的根茎之气疯狂汇聚，72口青竹风云剑化作72道金色流光，穿梭于天地之间，所过之处，空间都泛起了阵阵涟漪。完整版的大根剑阵不仅锋利程度远超半成品，还能引动天地之力，形成无坚不摧的剑域，让韩立拥有了对抗化神修士的实力。这一刻，韩立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他知道自己100年的执着与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这套耗费了他无数心血的剑阵，将成为他日后纵横修仙界的最大利器。可让韩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他耗费了100年心血，跨越万里山河才集齐的至宝，到了灵界之后，竟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当韩立飞升灵界，遇到青云剑诀的创始人青原子之时，这位真正的剑道大能只扫了一眼他的青竹风云剑，就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在人界被奉为至宝的庚金，到了灵界竟然是不折不扣的杂质。青原子告诉韩立，灵界的天地规则与人界截然不同，修士的修行之路也更加注重自身与大道的契合。庚金虽然在人界拥有极致的锋利，但其中蕴含的庚金之气过于驳杂，会阻碍飞剑与剑心的通灵，让修士无法领悟更高层次的剑道真谛，更无法修炼青云剑诀后续更强大的春离和清盘两大剑阵。如果想要在剑道之路上走得更远，就必须彻底剔除飞剑中的庚金，重新淬炼青竹风云剑，让飞剑回归本源，与自身剑心完美融合。听到这个消息的韩立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00年的执着，万里的寻觅，无数次的生死搏杀，换来的竟然是阻碍自己大道前行的杂质。换做任何一个人，恐怕都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但韩立毕竟是韩立，他从微末中崛起，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与磨难，早已养成了果断取舍的性格。短暂的失落之后，他便做出了决定，忍痛剔除飞剑中的庚金。剔除庚金的过程远比想象中更加艰难。每一口青竹风云剑都与庚金深度融合，想要将其剥离，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灵力，还可能对飞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但韩立没有丝毫犹豫，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点点地将72口飞剑中的庚金全部剔除，然后重新寻找灵界的顶级材料，对青竹风云剑进行淬炼。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辛苦的淬炼，青竹风云剑不仅恢复了原样，还因为剔除了杂质，变得更加纯净，与韩立的剑心也更加契合。随后，韩立顺利领悟了春离和清盘两大剑阵，这两套剑阵的威力远超当初的大庚剑阵，让他在灵界的修仙之路更加顺畅。回首韩立收集庚金的这段经历，堪称他修仙路上最具戏剧性的转折。在人界，庚金是无数修士抢破头的至宝，为了他，韩立不惜打破自己谨慎保命的原则，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可到了更高层次的灵界，这份至宝却变成了阻碍大道的绊脚石。但也正是这段经历，让韩立明白了一个道理：修仙之路本就是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外物的加持终究是暂时的，只有摆脱外物的束缚，坚守自身的大道，才能真正走向巅峰。韩立的这份果断取舍，也正是他能够在修仙界一路披荆斩棘，最终成为大道至尊的关键原因之一。庚金虽然最终被舍弃，但他在韩立早期的修行之路中，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庚金的加持，韩立才能在无数次的险境中存活下来，积累足够的实力，最终成功飞升灵界。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段跨越100年的庚金执念，虽然结局充满了戏剧性，但却为韩立的大道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了他修仙生涯中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往。